什么想法？你还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告诉你，你的想法就是在找死。刘哥，我这是在解决后顾之忧。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，我才能腾出手来去开发那片地呀。现在工人都盯着我呢，动不动就去上访闹事。政府的人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，让我阻止他们去上访。不先想办法把他们稳住了，我压根儿什么都动不了啊！说吧，需要多少钱？当然是越多越好。我就这么多。哟，嫂子买菜去了。哎呦，买这么多菜呀！你们家的日子可是越过越好了，大伙儿都羡慕你呢，有一个又有钱又有本事的好儿子。他呀，也就是能折腾。哎呦，他可真够能折腾的。他要不折腾，咱们家那爷俩能下岗吗？什么？你们家马海下岗了？哟，嫂子，您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。你儿子做的事儿，你能不知道？他们到底为什么要下岗呢？这都几个月没领工资了。你儿子控股红星厂，他这一上台，不想着把厂子好好弄好，倒想着把厂子给掀了，要搞他那啥房地产。以前吧，咱们家每个月还能领点生活补助，现在倒好，彻底砸锅。哦，对了，这红星厂的工人啊，让给你们家大满带句话，让他打雷天别出门。可惜我家马海了，50几岁了还下岗，这想给人打工还没人要呢。哎呦，你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！怎么会这样呢？爸！哎呦，哎呀，你不知道你爸心脏不好，你吓了我一跳。你以后别这么开玩笑啊！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爸，我回来找你有点事儿。说。爸，你看我现在发展的多好啊，这都盐都第1歌星了。哎，这好多的人说我跟那麦当娜有一拼。哎，对了，那刘台长现在帮我办那个我个人演唱会的事儿。哎，还有那个，我参加那个全国青年歌手大赛。哎，爸，我觉得这些事儿啊，我都得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哎，谢你当时啊，没让我在那个文化馆办我那个培训班，不然我这哪有什么时间，哪有精力来做我现在的这些事儿啊？你说是不是？你呀，就是发现了一个人才。行了行了，我不爱听你说这些。我问你，你跟大满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没听说你要孩子呀？什么？孩子？爸，我要是这个时候要孩子，那不是白白断送了一个艺术家的生命了？没看出来，你的理想那么远大呢？当然，我跟你说啊，只有有远大的理想啊，才能成功。不是有那句话吗？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听说那麦当娜为了事业啊，为了理想，人家不结婚呢。那你既然有这么远大的理想，你干嘛跟大满结婚呢？哎，不是，爸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跟麦当娜的起点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想，我要是不跟大满结婚啊，我这哪儿来这么多钱办我个人演唱会啊？我要是没大满这个无私的赞助商，你觉得你这个女儿能飞起来吗？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感情你不是跟大满结婚了，是跟一个赞助商结婚了哈？哎，不，也不是这样的，爸。到底他是你儿子，还是我是你女儿啊？怎么老帮他说话呢？那不都一样吗？这怎么能一样呀？我跟你是血缘关系。哎，爸，算了，咱不说这个，我跟你聊正事儿。这刘台长你熟吧？他说啊，我这演唱会的事啊，最好是你们这个文化馆啊，
出面去帮我找几批工人，来当一下我的观众。爸，你想啊，我这要是开着演唱会，这底下全是我的观众，他们拿着牌子说“海心莲，海心莲”，哎，那效果多好啊！我这一下子就火了。爸，你帮帮忙好吗？心莲啊，别拿你爸耍着玩了。我们文化馆跟麦当娜互动不起来。哎，爸！妈想问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听说你让你马海叔下岗了。你问这干嘛呀？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是有这么个想法，不过还没公布呢。大满，你可不能这么做事儿。咱们跟你马海叔是老邻居，咱们两家可是父一辈子一辈几十年的交情了。你们几个小的时候还天天跟人家建国一块玩呢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跟着掺和这事儿了，行不行？你怎么做事我不管，可做人得要厚道，不能绝情。我知道了，妈。啊，那个，那你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先走了啊。一会儿得送心莲去电视台录节目。你先走了。啊，回来了吧？建国又要看小米去啊？啊，你自己的事儿也该考虑考虑的吧。什么呀？什么自己的事儿？妈今天想跟你聊聊。啊。这放下呀！哎。建国，妈知道你心里惦记着三满，你放不下他。妈，可人家三满惦记你吗？你就这么想他一辈子，那也是白想啊。人家三满出国了，压根儿就没想回来。你真要这么想他一辈子啊？妈，三满那边我早就不想了，我就是觉得小米那孩子挺可怜的，我想照顾照顾他。那你看你爸你妈可不可怜？我们什么年纪了，就想看着你早点成家立业，咱们好抱个孙子。妈跟你说啊，我又托人给你介绍了个女朋友，什么时候抽空去见见？行，那改天。哎，行了，走了啊，妈，走了。你要改哪天啊？哎呀，走了，妈。又改天。赵团长，兰英啊，大满在家吗？哎呀，他办公室电话没人接，手机又关机。刚走哎，找他有事儿？哎呀，厂里的老王喝农药自杀了。这是怎么闹的？别哭了，这是于总的母亲，特地赶来看你的。大姐，别这样，有什么事儿慢慢说。我们家就他一个劳力，厂子黄了，到哪儿都不要，嫌他岁数大。我一个女人家，常年生病吃药，孩子又小，我们一家人连饭都吃不饱。如果他这一走，我可怎么活呀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现在暂时还不能进去。好，谢谢大夫啊。哎呦，谢谢。好了，别哭了，这不没事了吗？哎，要说你们家老王啊，那可真够傻的啊，都往死里傻。他不知道于总马上就把这个厂子搞起来了吗？啊，没出息，日子马上就好起来了，他寻短见，亏着活过来，要是死了，那不白死了吗？我跟他说过了，厂子要重新开起来，可他就是不信。他说
于大满是一个钻到钱眼里的人，他才不会为了工人的死活而放弃在红星厂盖房这样的好事。他就是个傻瓜。好了，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，有什么事打给我啊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。这事我会跟我儿子说，我先给你赔不是了。哎，乃英啊，这跟于总没关系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啊，这就我呢。王大胆的家属在吗？在。你们现在可以进来了。哎，你就别去了啊，回去吧。妈妈，哎呀，小米回来了！哎呀，小米想妈妈没？想。真乖，妈妈也想你。小米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自己放学回来的。你自己回来的呀？来，哎呀，站好。谁教你这么说的？是冯生平叔叔。小米，乖，去那边玩去。妈妈跟叔叔说几句话啊。冯三平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那我是看你这忙着，所以呢，去帮你去接孩子去。我去的时候，那小米啊，就他一个了，挺可怜的。冯三平，你以后离我们家小米远一点，听见没？还有，以后你离我也远一点。妈，红星厂不会开工，只能盖商品房。你眼里出了钱，就不管工人的死活了？我不是搞慈善的，我这是公司，他们的生存不是我能决定的。那我的生存，你能不能决定？您是我妈，我当然能决定了。好，明天开始我就去红星厂上班。你一天不给他们发工资，我就一天不吃饭。妈，你妈我说话掉到地上就砸坑，没有说话不算话的。妈，你这不是逼我吗？你把他们逼得没了活路，学了短见，你怎么就不想想呢？大门，你开公司，妈从来没反对，可是你不能只顾了钱就不管这么多人的死活。说好听点，你是他们的厂长；说不好听的，你是他们的父母。你现在不管他们了，由得他们自生自灭，你说你当好红星厂的大家长了吗？妈，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呀？啊，帮着外人说话，你考没考虑我的难处？你每天进出有车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一天三餐，三餐不在家里吃，你有什么难处？你的难处有那些工人大吗？我真不想跟你说话了。反正明天开始我就去红星厂上班。哎呦，我真没法跟您说了。那就别说。反正这房子我是盖定了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你还真得慎重。我怎么不慎重了？那你明天真的要去红星厂上班啊？你这开场倒是挺好的，你怎么收场啊？你真的要逼着大满把那红星厂那些旧机器全都修理好了啊，让工人上班，完了给工人发工资？不是，厂长干了那么多年了，都干不下去了，大满懂什么呀？他能把那厂子给弄活了？他可以生产别的呀。哎呦，你可真能说。那些机器就是干那个用的，他生产别的，大满哪有钱买新的机器设备啊？再说了，政府都同意大满搞房地产了，你非那儿逼着大满，你这不是让大满为难吗？可是他要想办法保障这些生活啊。要是工人们的生活没问题了，我就不管他的事儿。那成，那这事儿好办，我明天去跟大满说。那你就先别去红星厂上班了，行吧？要去还是要去？我话都说出去了。我不管他怎么干，
反正啊，他得保证那些工人们的生活没有问题，要不然他就不是我儿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红星厂不能再投入1分钱了。这些年要不是厂里老弱病残拖累着，咱们的公司会发展得更好的。他们还真以为你能养他们一辈子啊？行了，少说2句吧。大满，我演唱会的经费你都给我准备好了吗？你啊，得多给我准备几套演出服。我听那个赵行长夫人说，她刚从欧洲买了件衣服回来，特别合适我做演出服，才5万块钱，看着就特别好那种。哎，你现在竟然开始烦我了！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你不让我无理取闹也行，你得让你老婆在你眼里还像个女人啊！简直是无法理喻。你找谁？这是于大满的点心意，希望能帮到你们。我不要他的钱，你回吧。刘哥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怎么突然想起到我这儿来了？这好事啊，还是坏事啊？三儿啊，于大满要搞房地产了。哎呀，这小子脑子够使，他干什么我都信。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，说我跟于大满干没什么出息。这下好了，要发了。但是这个于大满搞房地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嘿，我问你啊，如果我和于大满同时落难，你只能救一个人，你救谁啊？哥，这问题啊，你问反了，应该是如果兄弟我落难了，你们俩谁救我？这话说的呀，我是你大哥，你要是我哥，你就不该问这种话。别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来哥。欢迎啊！哎呀，三儿啊，嗯，你给我说句真话啊，你这心里是不是还一直惦记着这个二满？哎呀，这个早就翻篇了。我可听说啊，你这个员工啊，都到二满那剃头。啊，这个是公司的福利。福利？大哥，那个我看这个二满一个人啊，挺不容易的，也是想帮帮你。是我的好兄弟啊！来，大清早的就要去那边，这个家你就不管了？妈，我去上班。上班？妈，你真的要去红星厂上班啊？哎呀，阿姨，你这是要把大满给逼出病来。妈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，要不然哥他下不了台。下台？他有什么下不了台的？他要是早知道有今天，就不会让红星厂荒废了这么久。阿满，你知不知道，那些工人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，红星厂就是他们的家，是你哥大满让他们没家的。妈，我走了。
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什么时候？下月5号。对，这事儿必须这么办，尽快。你妈今天到工厂上班去了，她还真去了呀。爸，她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啊，我这都火烧眉毛了，她怎么就不为我想想啊？现在楼下记者盯着我，政府的人也盯着我，就工厂的那些工人瞪着大眼睛也盯着我。就为了这么一个原本要倒闭的破厂，我妈也站在他们那边跟我对着干。我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。我觉得你要是能给那些工人安排工作，让他们的家属有碗饭吃，你妈会回来的。您说的轻巧，我这点底子您不是不知道。要是不搞房地产，我都得喝西北风去。就跟您说吧，成天嚷嚷没出路、没活路的，都是一些好吃懒做的。省里那个第2机床厂，工厂倒闭了，人家3000多人，哪个饿晕了，哪个饿死了？他不都活得好好的吗？我妈她也不用脑子想想。这可怜之人啊，他必有可恨之处，成天寻死觅活的，自己都不爱惜自己，别人爱惜他有个屁用！是我无能啊，害了大家伙，也害了全厂上千号的工人，我有罪。兰英啊，要是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，你可千万多担待啊！我这也是为了大家伙有口饭吃。要不然，我不会这样的。是我们家大门亏欠了大家。别这么说。大满，你在超市里跟我说那些话，我回去想了想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爸，这么说，你支持我开发房地产？支持。真的？好，爸，你赶紧去找我妈，劝劝她，别让她跟着掺和了。再这么下去啊，就把你儿子我给毁了。可我觉得你妈做的也没有错啊。不是，爸，你给我说糊涂了，这你到底是站哪一头啊？你爸爸我哪头都不站，我站的是个理儿。有那么句话呀，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。大满，你想做大，想当董事长，你先问问你自己，有那个胆识吗？有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还是早早撤了吧。刘哥，你这
烧什么呢？我在烧纸占卜呢。哎呦，你还信这玩意儿啊？闲着没事儿，打发无聊的时间呗。你这占卜什么呀？是占卜咱们房地产开发项目什么启动啊，还是占卜咱们超市以后生意什么时候红火呀？我在占卜咱们超市什么时候能够关门大吉。刘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爸，你说我这婆婆有脑子没脑子呀？大满打下今天这片江山和事业，她容易吗？这婆婆1分钱1分力都没花，等着现成的不用说，现在可好，这胳膊肘往外拐了，帮着工人为难大满，你说她这是干什么呀？不然你去劝劝她。我觉得你婆婆做的没错。什么？没错？哎，那是于大满错了。哎，他就不应该开超市，就不应该收购红星厂，不应该搞房地产开发，他就不应该挣那么多钱，让这一家子吃饱撑的没事儿干，帮着外人来为难自己人。我可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家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他们用大满的钱的时候，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。现在又阻止大满挣钱，我看大满挣不了钱，他们这一家子怎么活？钱，你就知道钱。你说你从进门到现在，你说过别的吗？啊，都围着钱转呀。我支持大满挣钱，可我跟你婆婆一样，我不支持大满挣黑心的钱。他怎么就挣黑心钱了？爸，我说你土吧，你又不愿意听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弱肉强食，这人民币就在眼前，你有能耐你就去挣，挣了你就是强者。这大满抢超市了，抢银行还是干嘛了？怎么就挣黑心钱了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你跟我婆婆呀都不支持大满。行，这以后大满的事儿你们就别管了，大满挣的钱你们也别用了。我跟大满结婚呀，才明白，这大满在家里就一冤大头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妈不支持大满，你也不支持大满，我去帮她。我现在就去工厂把婆婆拉回来。哎，快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你哥，咱们超市的账户还多少钱了？能用的都给你用了，我的私房钱也给你了，现在我是1分钱也拿不出来了。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老天真的不给我条生路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超市盘底出去，不过那也只是杯水车薪，当不了什么用。不是我在抱怨吗？大满能有今天的成就，他容易吗？你要是真的想解决问题，你应该帮大满出主意想办法，而不是帮别人出主意想办法。这么一逼，把大满逼得不干了，那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那些股份可都是白纸了。你要是再一逼，把大满逼得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妈，我大满结婚几天呀？你让我成了一个寡妇，他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？说什么呢你？出去！爸，你凭什么让我出去？我哪说错了？对，你们是长辈，我是应该尊重你们。可是现在你们的行为能我尊重吗？滚！妈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，海碧，好了，别这样跟孩子说话，他也是为了大满好。妈，还是你能理解我，我真的是为了大满好。
我跟大满结婚，我就想让他在外面奋斗，我来照顾这个家。可你们现在这样，我怎么跟大满走下去啊？你们可以骂我，也可以叫我滚，可到时后悔的可是你们自己。妈，你要是真的把大满给告了，他可是要坐牢的。大满要是坐牢了，我就跟他离婚。天下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？不气了啊！什么孩子，什么孩子呀！我想给他们送点钱，让他们维持个生活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演唱会的事都进行的差不多了，下一步就是具体实施。设备、场地和主办单位，我都已经跟人家谈好了，你得把我这笔钱预留出来。我知道了。知道？你知道管什么用啊？你得记在心里，刻在脑子里，听见没有？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不会把钱都已经给他们送去了吧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能做这种有钱没钱都戳包的傻事儿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这平时不是鬼主意挺多的吗？怎么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怂包了呀？不一样啊，心莲，以前那是做生意，无非是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。可是现在这不出事儿了吗？这连市政府都没办法。市长今天跟我说，让我对这事儿负责。你说让我怎么负责呀？我不能以命抵命吧？我觉得吧，你这事儿还真得找我爸商量一下，说不定他有个什么主意，就能帮你度过这个难关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我去。小米，以后啊，你要注意卫生，记得天天洗手，啊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把这些东西给我拿走。哎，你给我等一下！哎，你别跑啊！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惦记着个人演唱会啊？可是大满把钱全给工人了，他都没有给我，他这是怎么了？鬼迷心窍了是吧？心莲，这个时候你不是在我这儿哭哭啼啼的，你应该回家去陪着大满，不是在我这儿流眼泪在这儿哭。我用得着陪他吗？他一大男子汉呢，还用我陪？就他那不顾家的，还当董事长呢。我这婆婆以前还跟我说，哎呀，这大满以后能飞翔，他飞个屁呀！我算是看瞎了眼了，我以前还真以为他是只雄鹰，哎呀，他原来就是一只土鸡啊！爸，心莲啊，心莲呢？你别在我这儿哭了好不好？你爱到哪儿到哪儿，你行了吧？你爸爸我头疼死了！爸，你现在头疼了是吧？你早去干嘛了呀你？我叫你支持大满，你又不听，现在就应该你头疼。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呀？我知道
对，心莲，你说的对，我活该。你爸爸，我真的活该。我头疼死了，我得到医院找大夫要点药去。你不是想说吗？你不是想哭吗？那你就接着说，你接着哭，你跟着他，你跟他说，你跟他哭啊！爸，我是你女儿。心莲啊，这么着啊，你呀回去跟大满说，看看我明天呀去找那个赵行长，看看能不能用土地置换的方法呢，先弄点钱，你先让大满凑合着花。哎呀，好啊，我先到医院去要药去了啊。哎，你可先算话！厂长，我们家大坦现在又能上班了，各方面都好多了，精神也好，身体也好了。厂长，谢谢你啊！别谢我，要谢你是谢了高兰英啊，是他求于总，也就是他亲生儿子。你们家这大坦呐，才光荣上岗哦。我这个事情还得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办不了那么快，也办不了那么好啊。行了，我现在心里啊是七上八下的。你们家大坦倒是上岗了，要是其他人也按照这个药方抓药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哎，记住了，可不能给其他人说，记住。放心吧，厂长，我懂了。厂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心莲，恕我直言，你们家的于总啊，现在可是众矢之的啊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在举办个人演唱会，很显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啊。但是，我都准备这么长时间了。在盐都举办个人演唱会，就算你再成功，最多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有点影响力而已。不如到省城参加全国青年歌手赛。我呀，我这能行吗？哎呀，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啊！那你在盐都举办个人演唱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到省城去参加全国青年歌手比赛，那可是要全程直播的呀。如果你发挥得好，由省台直接推荐参加全国歌手大赛，这个是个机会，千万不要轻易放弃啊！行，听您的。那好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走一步了啊。谢谢罗台长，您慢走。好。小姐你好，请你买单。你搞错了吧？这是于大满专用插座，要到年底才结账的。以前这儿确实是于总的专用插座，现在已经转让出去了。什么？转让出去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今天上午刚刚办的手续。那他那个保龄球专用球道呢？我替你问了赵行长了，他跟我说，即使现在想帮你，也没有办法。我知道，我就是黑心资本家，逼着工人喝农药。现在真是树倒猢狲散，墙倒众人推啊！我今天打了一天的电话，就别说借钱了，人家连见都不愿意见我。大满，你现在必须好好想一想吧。就是这事儿的问题出在哪儿了？爸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工厂工人的事情，医疗费、工资，各种问题我都解决不了。现在工人这么一闹，银行怎么可能给我贷款呢？银行追求的是什么呀？不就是利益最大化吗？现在工人这么一闹，他怎么可能给我贷款？他傻呀！你以为是因为你出事了，大家才不理你吗？你错了。你出事是因为你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。妈，我顾得过来吗？啊，1000多人跟我伸手要钱，咱们家又不是开银行的，我去哪儿给他找那么多钱啊？可你现在是红星厂的董事长啊，你没钱，你买红星厂的股份干嘛？买了这么多股份，就等于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。哎呀，好，妈，你就别教育我了，行吗？那你告诉我怎么做？先把工人安排好。然后把亏欠的资金、医药费该报的报，再想办法给大家安排出路。妈，要按你这么说，我只能把房子卖了。那就把房子卖了，宁愿过苦日子，也不能让人家在背后骂咱们。哎呀，
这件事情，咱们再想一想，兴许还会有别的办法。办法只有一个，我把我手里的股份都转出去。如果把股份都转出去，能够给那些工人一个明确的交代，也算是个办法。妈，你懂不懂啊？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就不是红星厂的董事长了。当不了别当。